Hello， 大家好，我是三位。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这一个《刀剑神域：虚空幻界》PSV 和 Switch 版的一个小对比，也是两个掌机对比。那么我的 Switch 也是使用的破解机，把它锁在了这一个掌机模式的频率上，并且锁在 720P 上。好，那么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两个版本的区别了。PSV 版照例是和其他的 PSV 游戏差不多，都是砍掉了所有的光影，然后地上的草也全部基本是砍掉了全部。特效的话阉割了2/3左右，其他的音乐方面是没有完全没有阉割的，就是动作也没有阉割什么的，就是特效阉割了很多。再加上这个本身的材质也有点简陋吧，所以看上去就很廉价，有一种很奇妙的塑料感。就是它还是保留了一丝丝光影，就是在那个贴图的反光材质上，所以它会显得非常的塑料。好，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刚创建的人物同人进来了，也是我这个评测的时候是不完全同步的啊，大家见谅下。那么这两边的话我都会剪辑，把时间尽量剪得差不多。好，可以看到这个 Switch 版非常的流畅啊，已经是那个开始打了以后非常流畅。PSV 版可以肉眼可见的正在掉帧啊，走路都有点小加速的感觉，因为跳帧加速嘛。而这个游戏也有伤害也跟帧率有关，就你帧数越高的话，伤害也可能打得越高。这是万代的一个引擎问题，不知道是为什么。卡普空加引擎有类似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一个 bug 吧。反正就是 Switch 这边的话，你叠连击的话，在有些时候叠连击的话，伤害会高的比较离谱。好，那么现在也是按照这个教程，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给大家演示这一个教程片的这一个流畅性，就是在野外遇到一个小怪时候的一个流畅性。那么这可以看到上下两边 PSV 版这边的话，很多特效还有地上这个草全部都没有了。PSV 版地上就光秃秃一片，周围的树也基本是砍没了，仅剩的几棵树呢叶子也不多。然后远景的话就更不用看了，基本是没有什么远景，远景的话只有一座山，然后再没有别的了。而 PSV 版啊，不是这个 Switch 版这边的话，远景山上还能看到一些遗迹什么的，那远远的也能看到很多树。然后这一个 PSV 版就好像是光头强刚过来工作完一样，就周围的树基本就被砍的没几棵了。好，现在我们环顾四周，看地上这个草，天上的这个贴图，还有周围的这个树，在Switch总体营造的这个感觉和 PS4 版啊非常的像，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的。而 PSV 版这边的话，就显得比较是像怎么说呢？强行缩水来让这个游戏能在 PSV 上运行，就像 Switch 上的《天外世界》一样。OK， 那么这边的话，流畅性 Switch 肯定压它一头没得说，材质和贴图也都是 Switch 要强很多。那么也是由于 PSV 这个掌机的话，这个游戏其实在当年的话，它的这个反响就不是很好，因为 PSV 这个优化稀烂，也是并列《刺客信条》《生化危机启示录2》这几个游戏。还有这个《刀剑神域》在一起，就是 PSV 几个优化最烂的游戏，优化已经烂到没有办法无以复加了。好，那么这边我剪辑了一下，所以稍微卡了一下，为了保持两边的这个剧情上是同步的，我就剪辑了一下。好的，那么进入第二部分，我们来看这一个主城的一个环境。主城一共分4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个传送处，然后还有商店街。和一个公园，还有一个眺望台。那么我们也是一个一个看啊。我们先统一往公园走啊，两边都往公园走。而且这边由于观看这个主城的环境的话，我们就用第一人称来观看，这样的话细节看得比较扎实一点。可以看到这边的过场演算 ，PSV 没有这一个光影的这一个贴图被反映的淋漓尽致啊，非常的糟糕。它的这一个画面，那么这边的颜色深浅是因为这一个机器原因，我们也不多追究，就看这一个光影。PSV 版就感觉雾蒙蒙的一片，像阴天一样，而 Switch 版这边就是一个大晴天，天上的云彩也都在。
PSV 版这个云彩也是贴图也不是很完整，也是砍了一部分贴图的。我们来看水果摊这边，水果摊这边 PSV 和 Switch 都用了同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很简陋的建模贴上一套这一个材质，当然也没人看这个东西。再看水面，水面也是 Switch 版的这个营造的氛围要好 ，PSV 版远处的水面的话也是没有贴图的。好，现在进入瞭望台，瞭望台这边 PSV 版的这个水是没有颜色的，没有这种泛蓝色的这种感觉，然后远处的这一个遗迹也没有透过来的光晕。再看的这个地面也是因为没有这个影子，所以是非常亮，给人感觉就感觉很奇怪吧，就哪都非常亮，也是观感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毛病吧。只要水池子的话，最底下一层其实没什么大问题，就往上的那几层就问题就比较大了。好，现在到上头一层来，也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底下的这个植被变少了，然后周围的这一个影子也都没有了，很明显能看到这个 PSV 版这个植被少的可怜啊 ，Switch 版这边的植被都有点遮视角了。好，那么两个也是一起，我也是剪了一下，也是让他们一起往下一个地方走，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复杂的一个地方，就是主城4个部分里建筑物最多的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商店街。那么商店街这边 PSV 版看着可能会舒服一丢丢啊，因为没有影子，看的地方都很干净。好，这边我们也是照例把这个亚瑟娜对话跳过。跳过结束以后，两个人都会视角停到亚瑟娜身上。PSV 这版也是因为没有光影，亚瑟娜会显得比较有塑料感，而且非常的亮，整体它全身都在发光一样。那么 PSV 版因为加载问题的话，这边的这个小红人，它是需要过30秒左右才能加载出来的，我们也是不等了。就很多 NPC PSV 版的话都需要长时间加载才能加载出来。那么看一下这边的温泉啊，喷泉是差不多的。商店街再往前走就是一条非常亮的大道。Switch 版这边就是有这个树的影子、房屋的影子，看着非常的和谐，而且帧数非常的 OK。Switch 版。PSV 版这边的帧数跳得特别的厉害。好，我们第三部分进入这一个大地图的第一部分，就第一张这个地图，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帧率表现。首先 PSV 版地上的植被都没有了，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出来，树叶相比于 Switch 版要少很多。然后怪物的话，怪物身上这个材质也不太行。地上的贴图其实两个贴图就是分辨率不一样。但是 PSV 版由于砍掉了植被，所以看着贴图就非常的，原本比较粗糙贴图就没有遮蔽了，就完全是暴露无遗。好的，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那么这草丛这样的植被还留在这边，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就是单纯不想让这地方什么东西也没有吧，留了几朵花几个草丛。那么这边的这一个光效的话，Switch 版整体营造的就是一个光从上面照下来的感觉 ，PSV 版的营造出来的感觉就像所有物品都在发光一样啊。好，我们现在去拿下箱子。开箱子的话，这边帧数也是没有浮动的。PSV 版进入大地图以后，帧数一直保持在一个较低的范围内，所以它也是暂时没有浮动的。然后这边 Switch 版进行了战斗。OK， 继续往前的话，我们会接到任务。那么再往前的话，会有一个比较小的野怪啊，比较大的野怪，我们去刷新那只野怪给大家看一下。OK， 我们继续走。那么 Switch 版这边因为推荐的比较快啊，是要比 PSV 版快个那么5-6秒的，所以不碍事。好，那么这边的这给的一个提示会比较多，我们也是直奔那个大怪那边。而且这一个 Switch 版的这个队友，就是这个除了我们这3个队友以外，地上随机生成的 NPC 的这个战斗欲望都比较积极啊，比 PSV 版的这个积极不少。
也可能是机能原因，两个原本的设定是一样的，但因为 PSV 的机能问题，造成了那个 PSV 版的这个攻击欲望会比较低，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好，我们现在两方都开始战斗，可以看到 Switch 版这边一开始 NPC 直接打掉了他1/4的血，而 PSV 版这边 NPC 也是动手了啊，但是只打了1丝血。那么 PSV 版这边跪了，这边这操作问题，但是帧数真的非常要命，而且这个怪物的贴图和周围的植被非常的稀少，给人观感像看起来像一个银猪一个黑猪一样，真的，其实他俩是同一个怪，因为这个上头的贴图材质变差了，这个 PSV 版身上少了一层毛，所以它显得会比较发银色。那么战斗的话 ，PSV 的帧数一直保持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Switch 版也是有稍微的上下起伏，但没有那么大。接下来的话就是把这只怪清完以后，给大家会去带大家看一下，就是《虚空幻界》这个游戏，它每一个章节 BOSS 都会带上很多的这个 NPC 跟自己一起去打，就会导致这个帧数浮动非常的大。我们来看 PSV 版和 Switch 版这两边的这一个效果是怎么样。但在那之前，我们先把这野猪清理掉。那么也是可以看到，这一个 Switch 版已经快要结束战斗了，因为所有的 NPC 都在各自的进行着各自的战斗，没有这个摸鱼的情况。而 Switch 版这边啊，对 PSV 版这边就远远的在旁边看着摸鱼，就没有战斗欲望，很难受这样的。其实 Switch 版已经快打完了 ，PSV 版才刚刚把这个血批磨掉。也和帧率有关系，这样就是你要是真的上手去玩的话，这个帧率也会带给你这个游戏操作很大的一些问题。像 PSV 版这边和 Switch 版这边，你同时按下这一个闪避 ，Switch 肯定会先反应很快的。那 PSV 版这边跪了 ，Switch 版这边其实打过了，我们也剪一下。好，那么最后阶段我们去看一下这一个 BOSS 战。那么都是采用第一章的狗头人 BOSS 啊，狗头人首领。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NPC 全部都是要跟我们战斗的，是4组16个 NPC 啊。好的，进入游戏了。PSV 版这边因为没有光影，所以这个狗头人领主的材质显得就是你长什么样都能看清。Switch 版这边被特效给包起来了，它被黑色和这个火焰特效给包起来了。PSV 版这边的话，火焰特效被砍得非常少，而且这个铠甲的材质也变得比较轻薄了。打起来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个 PSV 版这边帧数已经飘起来了。Switch 版这边帧数还是蛮不错的，还能稳定在30左右，起伏不是很大。PSV 版这边已经包走了，这完全帧数就已经不按套出来了，就很乱，非常的乱。那么这边我是剪了一下，让 PSV 版这边能快点打完。OK， 那么这边的话，我们也是很明显能看出来，啊，这个游戏里这个 BOSS 的这些攻击特效都是有被砍过的，但即使是在砍过的情况下 ，PSV 依旧不能以一个正常的帧数来运行游戏。但这个游戏是可以被超频救回来的，也是少数可以被超频救回来的游戏之一。但我这边为了给大家演示原生帧率，我就不去超频了。Switch 版这边的话，一切顺利，进程非常的 OK。所有的人的这个攻击欲望都非常的高涨，在所有人进行加持下 ，Switch 版这边依旧是保持着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游戏环境的。OK， 那么这边的话，进入最后一管血了，马上就要击毙了。那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PSV 版这边的这一个 BOSS 战斗，我一共打了10多分钟啊，因为太长了，给它剪的和 Switch 版一样了。那么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会把这个 PSV 版的这个这个 BOSS 的战斗全实况的话，我会放在这一个2P，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就是趁还没打完进行一下最后总结。那么 Switch 版这边的话，跟 PSV 版对比的话是没有毛病可挑的，帧数上下起伏比较小，非常 OK。PSV 版这边的问题很多，比较严重的是这个贴图材质还有没有光影，贴图材质比较粗糙，而且没有光影，再加上帧数非常的低，如果不开超频的话，帧数已经低到一个比较影响游玩的程度了。再加上这个游戏本身就是要反复刷，比较影响流程观感。也是，如果是有 Switch 的话，不推荐在这个 PSV 上玩这个游戏。但如果你是一定要很想在 PSV 上玩，那样的话，您可以去超频到44就可以了，然后也不用去开高清插件。高清插件的话，而且还会那样的话还会再影响一些帧数。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想看其他什么游戏的话，就在评论下方告诉我，或者是私信我，我都可以去尝试做一下 PSV 和其他设备的一个对比。好的，那么我是三位，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就点一下30或者给我一个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